你别打了，我求你了，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求你了，别打。 我还没见过敢躲太后降罪懿旨的呢！家父，你快救救我！家父，我简直在电视里有自己同情。你饶了他。太后懿旨：小邹氏以下犯上，谋害嫡妻，衰败家父，张嘴5事，这还欠着25下呢。 大人，您这武士长下去，他这脸就废了。哎，我这也是秉旨办事。来人，请将军下去。大人，下去！呀！ 呀，大人，都是在下不是，没有伤到您吧？来人，来人，快叫郎中！大人，别！我要见太后，我要见太后。沈家果然如太后所料，动起手来。伤着你没有啊？ 谢大娘娘关怀，奴婢是自己摔进去，有分寸。你个老滑头！是。威北将军沈从兴，私德不修，内为不端，伤律法刑典，害人伦礼法，无图陛下徽冕，当 严惩不贷。本是朕做的大媒，如今是朕的不是了。陛下乃天下公主，便是要张家血战沙场，以命死搏，儿郎们都不会皱一下眉头。陛下意志所向，文武卷封所指。 便是臣子应尽的本分。何况儿女婚嫁之事，陛下修为妇人，哭啼所扰。哎呦，张家呀，真不愧为是3朝的老臣。这种挤兑的话呀，也没有谁比英国公张老将军说了更合适了。哎呦，可这不是效忠官家的话吗？你呀。 嫩，瞧这孩子啊，我心里能安定些。当日若没有你在沈家替我一力支撑，他恐怕都见不着今日的太阳。日后他要拜你做干娘才是。哎，不论怎样，我都一定要保你和孩子平安。 听说那日你动了刀剑了。我那天一来将军府，见着你床前没有人，我都急坏了。我当时就想，就算是遭天雷劈，我也要把人给你抢回来。好了好了，都怪我，不说这个了。你这肚子里还有人呢，一定要注意才是。我们全家 都感激你的恩情。那沈家呢？沈家同你家侯爷素来交好，只会更感激你的恩情。我不是说这个，我是说，将军有没有？他倒是日日都来，只是我不想见他。就连太后大娘娘待我都比他好些。太后，太后不仅亲自来看了我，还狠狠责罚了小邹氏，听说打了几10个嘴巴，脸都破了。可将军倒是把他娇养起来，请无数郎中去看。太
后。停轿！怎么了，大娘子？怎么了，大娘子？转道去宫里。去宫里？现在呀？我们是宁远侯府顾家的盛夫人，特来拜谢皇后赏赐之恩。请稍后。小邹氏确实混账，可是太后大娘娘已经赏了他几10个嘴巴子，又把他幽闭起来，我瞧着也够了。娘娘不瞧着大邹娘子的面，也要瞧着国舅爷的面啊！如今汴京那些老门户还是不依不饶的，究竟想怎么样啊？难不成竟要陛下和娘娘向他们低头不成？姐姐，陛下已然已经退步了，说只称皇考，不追谥号。说他们也没有令陛下的情，反而步步紧逼。现在侄儿你也在他们手上，小段将军每日还要去衙门府回话，巡盐险些没派得出人来。再这么一推再推，我们可没什么退路了。这天下哪有皇帝和皇后向臣子们低头的道理？是啊，说的在。辛苦你们，替我想了一天，都累了，散了吧，回去歇歇。盛大娘子，身子可还好？妾身一切都好，特来感激娘娘恩赐的诸般珍品。那些都是小事。你家官人去巡盐了，怕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京吧？太后懿旨，赏了小邹氏50个巴掌，打了20多个。我弟弟忍不下去了，拦住了奉旨太监。争夺之时，奉旨太监摔下了台阶，伤了一片。啊！坐下说话。他们当初在你家大宴上闹出事来，亏你容下他们不说，还去劝解张氏。可这好日子没几天，这又闹出事了。今日你若不来，明日我也会宣你过来说话的。竟是大娘娘的内官出了事儿，大娘娘可有说什么？大娘娘倒是体恤陛下，也没有说什么。你家顾侯是忠勇无二之人，每当危难之际，他总是能身先士卒，为陛下分忧。娘娘这话，妾身惶恐。为君分忧，本是为臣的本分。但这次，侯爷不光是为了替陛下，也是为了替沈将军和段将军。替他们？侯爷陪着桓王去南边，除了宇宙一路跟随的那些旧臣，陛下不放心将桓王的安危托付给其他人。不错，如今桓王方到江南，就已经遇刺2次，幸而你家顾侯一力抵挡。什么？你不知道？哎呦，快坐下，小心肚子。妾身身怀6甲，若是有第2个人选，都不愿意让家里的男人去搏命。
这是妾身的自私之言，望娘娘体恤。陛下心腹稀少，若不是不得已，也不会让顾后离京的。如今，若是再失去英国公，伤了汴京的心，那可真是势单力薄了。陛下已得天下，励精图治，大有谋略，总不能和汴京的那些老臣一直僵着。陛下当初定下沈将军与张家的婚事，不就是为了跟汴京那些老臣们融合为一体吗？那如何为之？臣妾所言，怕是冒犯天家。叫你留下，就是让你说话。说吧。三国时期，曹操下令：若有军士跃马良田者，皆斩首。曹操自己的马匹受惊，冲了麦田，虽主簿不敢刑罚曹操，可曹操依旧割发代首，自作处罚，方有从者如云。前朝郭子仪之子郭爱娶了公主，婚后争吵，大骂公主，以下犯上，何等大罪！公主回宫告状，唐代宗怒斥女儿仗势欺人，直言郭子仪可做皇帝，方有郭家死心塌地。明白。啊？你当真说的这番话？啊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稍有差池，便会引火烧身的。娘娘宣了那么多人进来，偏偏没有宣召我。若不是她厌弃我，那就是她想另找时候宣召我，听听别的话。我到了店里，他们都说我玉箩筐的言语，就我没有说两句。可是到了告辞的时候，娘娘偏偏只留住了我。所谓何来？就是娘娘觉得他们说的那些话并不管用罢了。既然你这么聪明有见地，那你说说，这场风波何时能了？根是从沈家起，平也是沈家平。叔王尊亲一事，虽得了一半权势，却也失了大半人心。此诚危急存亡之秋，绝不能让涟漪翻成波浪。若再扩而大之，那这东京城只怕是风雨飘摇。谁能想得到，你如今在这儿可议论朝政？你若是男儿，在官场，绝不逊于你父亲和长白。祖母这话听着像是在夸我，实际上，您是在夸您自己吧？我怎么夸我自己了？我从小在祖母身边长大，才变这么聪明的。您不是在夸自己吗？孙女儿可从来没听谁自己夸自己夸这么肉麻的呢。你这个小猢狲，好，消遣到我头上来了。娘娘，您都坐了一夜了，再过一会儿各宫都要来请安了，娘娘不如歇息一会儿吧。
宋嬷嬷替我宽了外伤，卸了妆环。哎，那奴婢去跟歌公说，娘娘今日不适，免了请安。不免，让他们来，让他不肯，让他们闯。娘娘，去把我那顶有大珠的凤冠拿过来。娘娘，送去英国公府张家，告诉他们，沈家抬举小邹氏，都是我的过错。曹操割发代首，请他们收下宝钏，便当是我的赔罪。娘娘，可您是皇后啊！朱香，卸了我的钗环戎装，我们一起去给陛下赔罪。是。你们都起来吧。陛下赔罪，可陛下从也没说过什么呀。沈家惹的祸，当然要沈家来评。我要你亲自送去。老臣的奏章是否看过？太后身边的进士人员是奉了懿旨前去的，沈将军竟将人给打伤了。凡此种种，朝廷上争论也有7、8天了，不知陛下打算如何处置？朕放在心上了。陛下，太后已经开始进宫了，陛下却迟迟不能决断。您是想徇私枉法吗？难道陛下忘了登基后的宏图大业，忘了边疆的兵卒将士，忘了沦陷敌手的故土吗？大相公说的严重了。老臣为陛下征先书王称亲大事，已背负了无数的奸佞骂名，但
臣无惧无悔。老臣是为了朝廷的前程。今天，陛下若为了外戚徇私，放纵基业，自毁朝纲，那老臣照样不能答应。韩大相公有所不知，当年沈家的邹大娘子，陛下，皇后欠邹家是私情，沈将军欠英国公是国情，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呢？对付沈氏，约束亲眷不利，特向陛下请罪。罪妇沈氏，约束亲眷不利，特向陛下请罪。罪妇。陛下，臣妾坐有坤宁殿，却未行坤宁殿的规矩，臣妾愧对陛下，愧对祖先基业，愧对太后教诲，也愧对英国公一干老将。陛下，您处罚臣妾，臣妾甘愿受罚。是朕的皇后，是同朕一起从宇宙熬过来的。皇后的过失就是朕的过失，皇后请罪，就是朕该请罪。我们一起去向太后请罪吧。咱们天朝自开国以来，从来没有皇后这样，这是什么里面都给听慌了。皇上这些日子一直歇在他宫里，丝毫没有降罪的意思。昨晚训斥了，你听见了？你看见了？这不都去请罪了吗？陛下定是对他厌弃了。你见过谁家的皇后肯向臣子低头认罪的？又有谁家的皇后肯哭于前庭的？他这叫自毁颜面，低得不能再低。这事闹出了这么多天，他一直挺着，皇帝挺着，我才有机可乘。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去请罪啊？他竟学会了这一手。纵然他过了陛下这关，可是陛下心里中了刺，帝后不和，万事好办。大娘娘，什么事儿？陛下跟皇后来了。陛下陪着皇后来了。你赶快带她去内室避一避。陛下，请您出去。怎么？请我出去？儿臣赵宗全，儿媳沈从英，叩请太后专安，特来向太后请罪。渭北将军沈从兴为护妾室，顶撞太后进士，儿臣赵宗全儿媳沈从英特来向太后请罪。
快起来，快起来，皇帝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，皇帝呀，何必如此大礼啊？倒是把老身给吓着了。咱们母子相宜，都是为了江山社稷，有什么罪不罪的？皇帝，你可千万别听别人的挑唆才是。威北将军沈从兴，宠妾灭妻，杖责20，罚俸1年，闭门思过。小妾邹氏，恃宠而骄，以下犯上。太后懿旨，掌嘴50，齿夺敕封，幽闭陋室，不许侍奉，邹处。扣留太医，致沈家主母张氏难产，杖责30，赔付英国公府钱1万贯，充作张氏私产。沈将军，接旨吧。罪臣沈从兴接旨。叩谢皇恩。大人，大人，你放过我哥哥吧！大人。邹明侵占百姓田产，手上1条人命，内里已经判下来，流徙西南3000里。国舅爷，您多保重。恭送天使。姐夫，姐夫，你再救救我哥哥！姐夫，我哥哥跟姐姐一起长大的呀。来人！你抱他骑过马的呀，你忘了吗？来人，将小娘扶下去！姐夫，你不管我！张嘴，有剑！姐夫，看在我失去姐姐的份上，就饶了我妹妹吧，姐夫。女儿啊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们就去禀明官家。都这样了，没有回头路。孩子，我和你爹爹已经盘算过了，就说你经过此一遭，已经大彻大悟。情愿看破红尘，到山上做道姑去。我和你爹爹再到沈家去安抚一番。就说你虽然皈依仙宗，但是我们和他们还是世俗的亲家。这样一来，官家也没有什么可以说的。你在道观住几年？等这事儿过去了，再让孩子在道观里哭几次，就顺理成章把你接回家来清修。我们一家人还能团圆的。孩子都当好了，唱戏的角儿怎么能不登场？爹娘养我一番，难道我就不该杀出去，另搏一番天地吗？哎呦，张大人，张大人来了，谢谢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
奴婢亲眼看着8位国公大人都去了国舅家里，检阅的去了一半，没去的礼也到了，武官几乎到齐了，文官有一半没到，可家眷到了。你说这些没心肝的东西，他们竟然都去了，有什么稀奇的？你见过哪个皇后光着头、素着衣，在殿外边跪着请罪的？又有几个人能收到皇后凤冠上的顶珠做赔罪的？这些老臣子们，老人们是越来越少了。你们两个王八羔子，给我滚出去！你们有什么资格帮我？你们滚！放开我！医生，救我啊！要不是我姐姐，你们两个早就不知道死哪儿去了！你们走开！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！知道谁做的你啊？你就知道谁在做啊？怎么了？是你，是你让品月走的。你有什么气，可千万别在这个时候砸你哥哥的场面。我知道嫔姐姐顶撞了太后，她罪无可赦，可是有什么法子能救救她吗？大嫂嫂对我们家，我如今算是好了，3个都保住了性命。如果再纵容下去，怕是要抄家灭族。可是哥哥，为什么自从入京以来，总是我们家步步错，处处错？你在你夫君家还好吧？他没有因为我们家的事儿为难你吧？没有。哥哥，你看这屋子，嫔姐姐是被生生拖出去的，苏嬷嬷她真的好狠心的。我先告辞了。你不许走，就是因为你，我姐姐留你说话。你走的第2天，她那边下了旨意。你住口！你甩手走得干净了，我嫂嫂怎么办？看来我是把你也纵容坏了。哥哥，你是不是忘了嫂嫂了？哎，沈将军，将军，爱之士足以害之，爱之纵更是杀身之祸了。您是从当初就错。我是一步错，步步错。将军得了大富贵，又有扶持邹家之心，却因为对3姑娘一直视之为亲妹，犹豫不决，迟迟不肯迎娶，此乃第1错。既不能娶为正室，那将军就该待之以亲妹之礼，给她好好找个人家。但将军却纳妻妹为妾，这是第2错。你懂什么？我哥哥是有苦衷的，他是为了保全邹家的地位和富贵。我们欠邹家的情，是怎么还都还不完的。所以你们2个，包括皇后娘娘，都不能例行约束邹小娘的言行，这是第3错。皇后下定决心，不痛吗？痛啊！可是痛也要下呀，也不光是为了现在，更是为了将来。将来？你是说将来还我？那我们现在做什么才好？我们不做什么才好。一来，皇上还是要重用沈将军的，
其二呢，既然两家不和离，那英国公府就不会真看着将军出事儿。倘若以后，所以将军只需在家修身养气，陛下未来还有重任要托付给将军。你说了这么多，可是平姐姐怎么办？她已经被带到庄子外面去了，她还能回来吗？她可不比我大几岁啊！你侄子，沈家嫡长子，也13岁上了，还有2个妹妹，一个5岁，一个7岁。那又怎样？有邹小娘在，那张家大娘子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嫡母。家中子女若是被妾室抚养长大，就这一条，那些门当户对的好人家就要退避三舍了。你侄儿能承袭爵位也就罢了，可你那2个侄女呢？那可都是要外嫁的呀，那才是你大嫂嫂的嫡亲骨血。若他地下有知，知道自己的孩子没落得一个好结果，他得多心疼啊！我的大嫂嫂好命苦啊！哎，你好好养着，你也是注意点，路上小心啊！姑娘，姑娘，你快回去看看吧，老太太不成了。怎么了？老太太晕过去了，郎中只说是病了，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，到现在还没醒得来。啊！快去打我的名帖，去宫里找太医。是。上午还好，从下午开始就闹不舒服。老太太起先不让请郎中，可刚摆上饭，老太太就晕死过去了。姑娘，你有这时运本是不该来的，可我想着，老太太是最疼姑娘的，只怕有个万一，定是要见姑娘的呀。姑娘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啊？太医，家母这究竟怎么着？老太太得好好调养，屋里不能待太多人。哦，好吧。沈大人，借一步说话。哎。妹妹也去听听吧，你就在这伺候，让温嫂娘娘。请坐。先生，家母到底是怎么了？这不好说呀。太医，您尽管说，我家用什么药都舍得。总之，如今暂且稳住了，后面好好调养。哎呀，先生妙手啊！让先生费心了。若是需要什么，先生尽管开口，毕竟无知所能。大人孝心，可感天地呀！先生，祖母身体硬朗，一直都好好的，怎么忽然说病倒就病倒了呢？太医，您觉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么晚找了太医来，你十分叨扰，你怎可无理追问？太医自有计算。不妨事儿，不妨事儿，医者父母心嘛。老太太年纪大，康健自不如年轻人，身子骨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。这
一时也说不清哪里出了毛病，得再慢慢看。说不清，就是年纪大了。那预备明儿一早再去报名，谁知县人这么嘴快，连夜就把你给叫来了，倒显得我们不会照顾似的。少说两句，孩子也是一片孝心，你还说嘴？我说什么嘴了？大人，你照着这药方煎药就好。好了。祖母如今虽稳住了，但还未醒过来。只盼太医您能多留一夜，也好叫我们安心。倘若祖母夜里又发作了，我等张皇失措的，只怕耽误病情。正是如此，还望先生多费心些。我们这行，半夜被叫去是常事。大人尽管放心，我住下就是。那就多谢先生了。多谢先生。太好了，明儿，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先回你那边吧。若是有什么，我使唤人过去叫你啊。不，爹，您今晚就让我陪着祖母吧，也好尽尽孝心。行，那你就留下吧。晚上我替母亲守夜，免得夜里病情有变，身边无人。爹，您明日还要上早朝，天色也晚了，您和大娘子也早点回去歇着吧。告假一日也不算什么。您年纪大了，有事弟子夫妻劳，祖母这还有我呢。您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家中若有大事儿，您还得主持大局呢。明儿说的也是。好吧，先生，让您费心了，费心了。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钻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猎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